老爷，生了个公子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，终于转生成功，不用再面对那个疯女人了。我意外穿进女频短剧中的炮灰三皇子，不管怎么做，都改变不了在新婚夜被国师凤霍君杀死的结局。幸好临死前激活长生印，获得转生机会。恭喜宿主转世成功，奖励转世大礼包：先天初期修为，身有大周帝王诀，百毒不侵。系统现在知道出来了，我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老三出生之前呐，这屋外金光乍现，我叶家真是福星降世啊！以后老夫的第三子就叫叶灵天。这老登取这名不是害我吗？好不容易转世，万一再被那疯批找到，可就完了。老爷，叶灵天这名字怎么跟皇宫7日前消失的大周三皇子的名字一样？朝廷会不会？这天下同名之人无数，我天门乃是江湖第一大势力，没有生死大仇，他凤霍君，尔敢随意动我天门？天门居然有如此势力，那这把转世就好好苟着，躲避凤霍君那个疯批吧。灵天，我错了，是我误会你要下毒害我，所以才杀你。没想到你本来就该死，你本来就该死！求神无土，灵天，是我的错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你快醒过来！长生印，对，只要能聚齐9块长生印，并将其渗透，便能找到灵天的转世。所以一定要找到长生印，找到叶灵天的转世。灵天，你到底在哪儿？门主，门主，不好了，朝廷来人了。朝廷？是，国师凤霍君的走狗姬城被推上皇位，姬城刚上任就下令将7日内所生的婴儿与长生印全都上交给朝廷。什么？那个疯女人动作这么快，这就追来了？朝廷说不交，便格杀勿论。天门就1块长生印，我们要将三少爷和长生印都交了吗？天哪，什么天门开局啊？难道刚出生又要被凤霍君抓回去吗？别把我交到凤霍君那疯批手里，不得又死一回？老登别交啊！一抱起我儿，他就不再啼哭，还露出了笑容。老登，我召集天门所有高手，今天谁也别想带走我儿！装了18年废物，总算是没被朝廷盯上，安全的苟活着。用假石头偷换了老登的长生印，练成先天巅峰境界。不过，比起凤霍君的大宗师巅峰，还是不够看。看来得集齐剩下的几块长生印才行。三公子，门主说让你去一趟大殿。我小时候捡来的这丫头，还悄悄提升到了宗师2层，以她这速度，想来不久也要触碰到大宗师境了。那老登找我有何事啊？门主说要为公子你选妻订婚。娶一个枕边人来，万一把我实力暴露，被凤霍君盯上可就完了，狗都不选。系统发布支线任务，选中1名新娘，可获得剑法精通。你刚才说选什么？刚刚门主说要为公子选婚，可是公子你说狗都不选。狗不选我选吗？走。干嘛？此次老三再不挑选良配，老夫便将他逐出天门。父亲，三弟向来只喜青楼女，不喜良缘人，早就该逐出天门，免得再给父亲丢人。叶灵天这个混账，文武不行，唯一有个传宗接代的能力，可每次一谈成婚就跑，这次怕是也不会来了。二哥所言极是，叶灵天
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，他就是我天门的废物、灾星、败类，都是因为他，我天门才与朝天的关系闹得如此之僵。闭嘴！父亲，老三是咱们的手足兄弟，他虽然顽劣，这些年也只是最低级的武者境，没有到达先天境，可还没有给咱们天门惹出什么麻烦。哼，这混账东西，净给老夫丢脸！现在连先天境还没达到，留他何用？让他不用来了。今日我就要将他逐出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天门里就属你最废，平日里调戏良家妇女、酒肆勾揽也就罢了，今日还来得如此之晚，你何时才能长大？父亲，我同意选婚。哦，他脑门是不是被门夹了？他不是一直说狗都不成婚的吗？你们才是狗呢！本以为今日就能将其赶出天门，我也少一个竞争对手，竞争下一位门主。没想到啊，老三，你当真答应选婚？对，我答应。这其他几个兄弟都有媳妇，可却迟迟生不出孩子。他们不行，我可以替老爹分忧啊。说什么呢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四弟，都怪三哥这张嘴，手无遮拦的，说到你痛处了。哎，等我多生几个，然后再过继给你，以示兄弟情谊。好了，老三呐，你懂事了，那就即刻开始选婚吧。多谢父亲赐婚。此番名门望族里来我天门求婚的人，有一个朝堂之人，叫苏清城。若你日后想争夺门主之位，万不可选他。好了，老夫先走了，你好好挑选吧。有请12位妙人上殿。我去，这比我选新娘的时候漂亮多了。公子好，三公子，请开始挑选吧。还以为天门选婚是其他公子挑，早知道是这个废物三公子选，我就不来了。可千万别挑中我呀！要让我嫁给他，我宁愿放弃嫁入天门。想嫁给我的，往前走一步吧。什么情况？叶离天，也太受欢迎了吧！秦监家往生营之人，苏倾城罗网之人，选秦监家可获得剑道精通上部。系统是让我选他，选苏倾城可获得剑道精通下部。我去，这么高，这东西还给我分上下两部啊！往生营和罗网，这不是跟天门作对的那两个组织吗？他们俩是卧底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这两个我都要了。不是，凭什么你能选两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我就选俩，怎么了？三公子，门主交代过，不能选那个苏倾城。我乐意，那老登还能管得了我？这样刚好，他与门主之位就无缘了。被选上了也好，更方便我完成继承大人的任务。奇怪，
国师大人不是说天门和朝廷不对付吗？怎么会选上我啊？嘿嘿，两位跟我回去吧。从今往后啊，你们就住在这文香县中，有什么需要找扶摇就行。此女底蕴颇深，就连我都可以从她身上感受到一丝压力。两位姑娘以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告诉我。三公子还不走？我着什么急？我还等你们洗完了，咱仨一块生孩子呢。三公子，我们只是订婚，还未成亲，不能有继父之亲。同房之事，择日再说吧。害什么臊啊！择日不如撞日，早晚的这个东西是吧？我开玩笑的，二位继续写啊。这两人心怀鬼胎，更方便我隐藏实力，还能监视他们，防止对天门不利。我还指望老登多活几年呢。是，多谢公子。扶摇，等他们写完，你带他们去逛逛。本公子先回房间去玩鸟去了。玩鸟？玩物丧志的家伙。那是公子去年养的鹦鹉，取名叫凤霍。凤霍，两位姑娘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竟敢取这个名字，真是好胆！姬承陛下都不敢直呼国师之名，这三公子竟然还给一只鸟取名为凤霍。待会儿我带两位姑娘出去走走，了解一下三公子的一些规矩吧。三公子有什么不得了的规矩吗？三公子的规矩就是，没有规矩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剑道精通。又多了一张躲避凤霍君的底牌。国师大人，属下有重要事情汇报。重要的事情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有什么事情跟罗网汇报即可吗？若是让天下人知道本宫是罗网背后的人，本宫就要你死。属下已成功潜入天门。什么？可有凌天和长生印的消息？有。速速说来。属下听说天门内有一块长生印，还找到一人与国师要找的同名同姓。此人怎样？可有帝王之姿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淫贼。与他同名同姓者，本宫不知找了多少，一个废物而已，无需上报。叶凌天可是九五至尊，本宫爱之入骨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一介淫贱废物？罢了，继续寻找长生印。若下次没有长生印和他的消息，向罗网汇报即可。是。往生营帮朕做了18年的暗探，叶凌天找不到就算了，连长生印的影子都找不到。何事？启禀陛下，属下已打入天门内部，可有帝王像和长生印的消息？找到一名和上任帝王同名的人。谁？天门三少叶凌天，
但他没有帝王相，他只是个废人。杀了他！陛下不是为了烽火军大人找有帝王相的叶灵天吗？怎么？朕让你杀，你便杀！今后如无要事，直接联系往生营即可。是。若是让烽火军知道朕要杀他的意中人，他非得把我粉身碎骨不可。他能让我做天下，也能让我下地狱。还有一事。说。陛下挑选的妃子之一苏倾城已逃婚到天门内部，现在是叶灵天的小妾。上一个帝王叶灵天就一直欺压我，现在出现一个废物叶灵天，还想骑在朕的头上拉屎撒尿不成？杀了他！愿下与此人同名之人全部杀了。是。他和天下都是朕的呀！朕绝不会让烽火军找到长生印，更不能让他用长生印找到叶灵天转世。他选的哪家姑娘啊？一位是秦蒹葭。不错。这位啊，也是江南出了名的才女闺秀。灵天这次啊，用心了。那另一位呢？苏倾城。什么混账东西！我不是提醒过你们不许选朝堂之人吗？父亲，苏倾城的底细我了解过，天都府大将军苏战天的女儿。苏战天如今已退位养老，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他女儿在这儿也翻不出什么烂话。这真正有威胁的不是苏战天，而是他大周帝王姬城。这苏倾城可是姬城挑中的王妃。帝王姬城的王妃？这姬城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啊！传闻18年前大周三皇子刚继位就神秘失踪了，反倒是姬城登上了皇位。这个废物老三，只是让我天门跟朝堂凭空再添恩怨。父亲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老三好不容易愿意娶妻，这时候让他退了苏倾城，这恐怕……罢了，3日后就是天门考核，这考核失败者在我天门再无话语权。这老三呐，肯定会失败，到时候我就下令让他退婚了。你老四还有老二想要做这门主之位，这一次可一定要好好的表现，这样无论以后你们谁当了门主，才能真正的让人信服。请父亲放心，孩儿肯定过关。银发夜宵，你就在这天门之中。我很好奇你到底是谁，为什么你救了我，却不肯认我？门主说明日入秘境考核，4位公子一旦失败，将没有任何话语权。公子，你可有信心？没有，我要这话语权有什么用？傻逼才会参加考核，我就算从天门跳下去，我也不去。那我凭本事通过了考核，这不得要暴露我不是废物了？傻逼才去。系统发布支线任务，通过天门考核，奖励天下第一血剑降灾。可是不去的话，以后月钱是要减半的。你去叫蒹葭跟倾城过来一趟，我要制定一下明日考核方案。什么啊？快去啊！好。这天门山秘境各处，我早已经摸透。就算是秘境中的顶级大佬，都已经是我私下朋友。这考核还不是信手拈来？不过这次考核，我得拉他们给我打掩护才行。公子带到了。参见三公子。不知公子找我们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这明日啊，就是天门考核了。我找你们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那三公子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让你们跟我一起进入考核秘境，助我通过考核。终于找到杀叶灵天的好机会了。我在天门里面是最废物的，
你们的实力再差，应该都比我强吧？有你们助我，我比较安心。看来公子也是不甘平庸，想要通过这考核来争一争这门主之位。不甘平庸？我要是通不过考核，这今后的花销就得减半，这谁受得了？竟然是为了钱，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不过这不能通过考核也行，你们几个把自己的嫁妆还有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搜刮出来，换成钱也成。要是联络灵石被搜出来可不行，此番得全力帮助这个废物。这个是我偷来的天门秘境图，你们好好看，明天肯定用上。此物关乎天门的安危，三公子就随手拿给他们看，这心未免也太大了吧？你们好好看，本公子先去钓鱼了。哎呀，这鱼儿上钩，这副能要人命的图，一旦传到往生营或罗网那儿，他俩怕是要被各自阵营定成祸害了吧？他们也要参与考核？跟在大公子他们的这些女人可不简单。于红玲，藏剑山庄的传承人，先天巅峰修为，最擅长的是猛龙摆尾。这不就是阿闪吗？二公子身边这位是顾清梦，精通琴棋书画，可用琴棋书画杀人。四公子身边这位就更不简单了，唐轩灵，唐门千金，擅长机关暗器。此次考核竟然把我们妻妾全部带上，这是天门想要试探我们？肃静！考核的内容是什么？大家进入密地便可知晓。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秘境凶险，切记不要强求，否则容易丢掉性命。考核的最终点有无限的机缘，能得到多少全靠自己的本事。听闻天门神兵天问剑就在这最终考核处。天问剑大家就不要想了，此柄剑就从未拔出过。不过大家可以夺取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先天丹。竟然还有先天丹？不错，此丹唯有天门有，武者服下它可以踏入先天境，先天境前3者服下它可以提升1层修为。若是能夺得先天丹，对我踏入大宗师境界有大帮助。现在10年开启一次的秘境即将开启，祝大家好运。老玄灵，跟紧我。公子，密地开了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弱的一匹，你们前面带路去。等罗网的人按照地图来此寻觅长生印踪迹，还可以捞一些机缘。我此次要立大功了。怎么这么多尸体？大家小心点。好险！倾城小姐，你擅长机关暗器，没有发现这密道有什么端倪吗？太过黑暗，并无特殊发现。密道是我们天门的禁区，我之前听长老们说过，我们现在所走的密道里面暗藏着多种机关，哪怕是宗师强者，无人领路的情况下，一旦触碰机关，便会尸骨无存。什么？若是罗网的人死在这儿，我可就成了烽火君大人眼里的罪人了。对了，青城，我听扶摇说你擅长机关暗器，下面由你来带路。啊？哦。
密道黑暗，一定要找机会杀了这个废物。哎，三公子，我刚刚好像踩到机关了，为什么他们没伤我们？可能是运气好吧。之前我听说有一群罗网的人闯入密道，不过他们运气不好，一进来就触碰了机关，被搅成了肉泥。糟糕，我成罪人了！有惊无险，可惜没找到机会下手，怎么感觉他就跟没事人一样，一点不怕密道。蒹葭，你这腰上怎么还带着把匕首啊？我怕公子有危险，我想保护公子。不错，扶摇、金城，好好跟蒹葭学学，你看他对我多好。迷雾有毒，大家快把防毒面纱戴上。对了，蒹葭，你还记得我偷给你们看的那张地图吗？接下来由蒹葭带路。希望罗网的人来晚些，等我熟悉这每一段路有何机关，如何走，出去之后也好救他们。我画在地图上的这条路线，乃是迷雾林中最凶险的一条。每次有人出现，套路危机随即变换，地图也只能使用一次。希望他们不会把自己人坑得太惨。这第一关总算是过了。怎么感觉这叶灵天走来满脸轻松，我们却是一身疲惫？公子，前面好像有个亭子。老头，这第一关我们过了，第二关的考核内容是什么呀？此人实力强大，竟让我莫名感到压力。小子，有没有礼貌？只活老头子也就算了，竟还敢打扰我下棋，活得不耐烦了。一个人下棋有什么意思？哎，这样，你告诉我第二关的考核内容，我就陪你对弈一局。本公子的棋艺那是天下无双。公子不是不会下棋吗？这是作何？天下无双，你要与我对弈一局？不错。好，只要你能赢了老夫，下一关的考核内容拱手送上。你若输了，那就要被老夫废掉双臂。好，公子不可。不过你得先赢了我的女人，才有资格跟我对弈。瞧不上老夫？并非瞧不上，而是本公子这棋艺太过高超，害怕与你对弈之后你不敢碰棋了，这是为你着想。庶子，好啊！我叶道奇的棋艺，此生只败在过当今国师烽火君手上一次，再无敌手。你敢？叶道奇，大周棋圣。一个臭棋篓子，还敢自称为棋圣？这天底下能赢过本公子的人，还没出生呢。公子别吹了，你让我下棋圣，怎么不自己来？好，既然如此，老夫今日还非要把这小姑娘比下去。待我赢了她之后，再赢你。蒹葭，你先替本公子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小子。哎呦，公子，我不行。放心，乱下即可，有我在。这傻臭棋篓子，我找个人跟你下棋，直接去下一关，谁跟你掰扯？
请吧。这种烂柯之局，不看也罢。哎，金城，你在这儿陪着蒹葭。明白。扶摇，你跟我走。把那俩心思不纯的女人留在这儿，后面就方便了。公子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齐胜不会发怒吗？那老头一旦下起棋来，旁边就算是地动山摇，他都会视若无睹。走吧，咱们先去下一关。三公子如此的算计，当真只是废物吗？扶摇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公子为什么每次都算我一漏，实在是令扶摇佩服。你想多了，我知晓这一切，是因为镇守秘境的叶玄修长提前给了我提示，我是他认的干孙子。啊，叶玄修长老，你是说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宗师？不错。公子，你这是作弊呀！作弊是需要交换的。喏，前面阁楼中有一处奇药，我得取得那个奇药给叶玄修长老才行。这怎么取啊？这个嘛，就靠你了。我？哎，公子，你确定是我吗？断臂高手。叶玄修这老东西，上次我偷来秘境就说要给我送奇药提升修为，这么久消息都没有，我自己顺手去取吧。扶摇，这个断臂高手就交给你了。啊！天门禁地静心湖，速速离开，否则杀无赦。此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你帮我拖住他，我取了东西就走。我？长老，我是天门参加考核的弟子。考核弟子？我镇守此处多年，却不见任何考核者能从最难之地来到此处，没想到今日竟来了2倍，倒是让人意外。从最难之地来的，这一路来此好像也不太难。不过，你们只能止步于此了。扶摇，这人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公子速去不回啊！雷子休逃！你的对手是我，公子不在，我便可以放肆一番了。终于找到那老东西送的花了，10年才开一次的血雨生花，这便是我踏足宗师的关键。听父亲说，身有化功大法的大周高手林峰就囚禁在此。此次考核人数众多，正好能掩饰我杀人越货。见过北冥前辈，要是能拿到他的功法，定能助我实力大涨，更方便躲避凤火军的追捕。这个名字已经被人淡忘很多年了。我相信这个名字，大家很快都记得起来了，因为我就是来放前辈离开的。什么？就你？就我？你能来这儿真不容易，但你很快就要死了。死？
我为何会死啊？镇守静心湖的是大宗师级的叶玄修，凡进入者必死无疑。门外是他的断臂弟子守候，北面是齐胜，这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齐胜和断臂必定捅到叶玄修那儿。你不死，谁死啊？我的人早就把他们拖住了。什么？我就问你一句，前辈想出去吗？哼，我还走不了。你竟然把叶玄秋的宝贝给踩了！前辈在此受尽折磨，修为肯定大不如从前。若是服下这朵花，修为肯定大大的提升，没准儿还能跟叶玄修那老儿拼上一拼。哼！你竟然把天门的至宝踩了！想来你也不是天门叶家派来偷我功法的奸细。你真不是叶家人？当然不是。看样子我偷苏秦城的令牌，复制了一块放在身上，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。说出你的条件吧。还肯请前辈传授我化功大法。你胃口不小。我的人可撑不了多久，还请前辈立刻给我回复。正所谓是富贵险中求，若是这前辈给不了我富贵，那我也没必要冒险了。你就继续待在这等死吧。小子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既如此，解开我的链子吧。前辈敞亮。我若脱身，先把眼前这小子弄死去。一个毛头小子敢威胁老夫？哎，前辈，你等一下，要不你还是口头先传给我这功法的秘诀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既是交易，就得公平公正。这世上没有公平，只有利益。若是前辈您觉得这生意不成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我出去享用美景美食，你就在这儿继续吃你的死老鼠去吧。你好，算你狠，我答应你。这可不是我狠，我要是把你铁链打开，会死好难看的。少啰嗦，过来。我只说一遍。聚气丹田，顺游周天，咒儿贯出，无我无界，冲筋破脉，逆走乾坤。前辈，你不讲武德呀你这秘诀是错的。什么？臭小子，我这秘诀功法没有任何差错，怎么你想耍赖不成？就算你把真正的口诀告诉我，我怎么可以把你这老东西放出去啊？你找死！区一介武者，连先天境都没达到，还敢和老夫玩阴的？下辈子吧！
你是第一级武者，竟直接踏足先天破到了宗师之境，这怎么可能？动了手，可是要做好必死的觉悟喽。不要！不要！你隐藏了自己的实力。恭送北冥前辈上路。这是大周帝王缺，你是大周皇室的人。北冥前辈好眼力。皇爷饶命！皇爷饶我一次！能看出我底牌的人，都得死。哎呀，这多年前让人闻风丧胆的大宗师，就此陨落了。不过呀，就算他给我的功法是假的，我也可以用推演大法推演出更厉害的功法。哼，这把可稳了。唉。扶摇，这个人实力太强了，我们不是他对手，咱赶紧走吧。乌龙剑罡，扶摇的演技真好啊，与对方同境界，甚至底牌比对方还多，还能被打成这样。没事吧？快走吧。此女实力太强了，方才与她交锋，她绝对没有使出全力，否则我早已败下阵来。啊，到了！什么？血域圣花被那小子偷走了？不好！什么？北冥峰死了？不可能啊！这老家伙可是大宗师级的，难道是刚才那小子杀的？师傅，不用惊讶，血域圣花和北冥峰的事儿是老夫默许他的。师傅，这北冥峰虽然修为大跌，但是这一般的先天境可奈何不了他呀。此人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杀了北冥峰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他是一个有趣的小子。不过这北冥峰之死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，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杀的。审问这老家伙多年，他都没透露丝毫有用的东西，倒也没必要留他了。弟子明白了。公子，我们现在算是闯关成功吗？不算。啊，还不算？被人坑了，第3关根本就过不了。难道这阁楼里还有强者存在？的确是有位强者。算了，不提了。公子果然没有藏拙，我还以为公子另有其他手段呢。哎，公子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最终之地18层剑阁，只要到了那儿，就算什么也不做，也算通过考核了。难道是10剑之一千万剑的所在地？你不是看过我偷来的图吗？我忘了在哪儿，你带路。往这儿走。
秘境的最终之地剑阁。传闻这天门秘境剑阁有18层，每一层都有强者镇守。今天算是见到真面目了。此地屹立于此，又有强者守护，恐怕里面是有什么至宝。当然有至宝，每一层都有。这最大的至宝啊，就是天问剑。这天问剑怎么不见了？啊？什么不见了？天门里边的老东西说，这天门剑阁里面顶上插了一把剑，就是天门剑，怎么现在没了？难不成是被人拔走了？于红绫，看来天问剑是被叶无涯拔走了。大哥果然厉害，天问剑在此多年，天门无数高手都尝试过拔剑，无一例外，全都失败了。哎，公子，你想要天问剑？天问剑在天下所有的剑中排行第3，试问这天下哪有人不想要？二哥，你我怕不是并列第2抵达这最终之地的人吧？那是自然。叶灵天这个废物，估计早就被淘汰了，他绝对不可能到达剑阁。你想啊，就你我2人都差点挂在了前面，老三的废物，估计没这机会。也是。老三，他怎么可能到得了最终之地呢？三公子怎么如此干净的到此地了？别太惊讶，谁让我身边有高人作伴呀？带个背锅侠，真是好用又方便。二哥，他身边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啊？大哥已经调查过了，三弟身边的侍女是月离宗的，这月离宗数月前被罗王所灭，所以三弟才捡到他。那家伙真是狗屎，竟然能捡一个让他躺平到最终之地的女人。二公子，先前跟着三公子的另外2名女子怎么不见了？月姑娘，你的实力让我觉得好奇，这么厉害，会不会是潜在我天门宗的细作？四公子，别往小女身上泼脏水。乱说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哦，什么代价？四公子，你敢动我，杀了你！我的剑也未尝不疯。你打得过我吗？三公子，放心，除了我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三公子，你区区武者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四公子呀？你别逼我在严肃的时候扇你啊！这影响团结的话不要讲。三公子打不过四公子，还为我出头，这份恩情不要记下来。哎，好了，青州，把剑收起来。你怎么不让叶灵天把剑收起来？他一个纨绔，爹都叫不动他，我还能叫得动？他不收，我也不收。你不是要跟我和大哥争夺这门主之位吗？这自相残杀可是宗门的大忌。爸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废！有本事就比划比划，怎么怕我一剑把你劈死呀？比我都废，还这么啰嗦。哎，算了，他又不当门主，你跟他计较干什么呀？你个老屁眼在这和稀泥，你以为你自己是好东西啊？叶灵天，你说谁老屁眼呢？二哥，你说谁老屁眼？二哥，算了，咱不跟他一般计较，他破罐子破摔，我们不跟他计较。扶摇，你看这几个废物被我吓得连手都出不了，我厉害吧？这剑你不要了？
跟在三公子身边好丢人啊，好丢人啊！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哼！天文剑怎么不见了？幽灵在这儿，应该是大哥拔走了天文剑。多说无益，先闯关吧。大哥有了天文剑，已经实力超群了。现在大哥前面闯关，难道先天丹提升修为才是？恭喜宿主到达考核最终之地，完成支线任务，奖励天下第一邪剑降灾。剑呢？请宿主自行寻找。操，你要不要这么搞啊？剑在宿主眼前的剑种，请宿主自行寻找。公子又在这自言自语了。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本公子跟那天问剑无缘，打算重新学一把剑。这剑这么多，肯定有不弱于天问的神兵。剑种里的剑，怎么可能会有10剑之一的天问剑好呢？三公子倒是天真，竟想在剑种这烂剑堆里找一柄不弱于天问的神兵。哼，若是能找到，我当场把剑吞了。就是。啊？这剑长得比其他剑诡异啊，难道是他？好邪的剑，他竟然在吞噬我的真元！邪剑降灾，找到了！这把诡异的剑配上降灾这个名字，绝对不简单。三公子不愧是天门公认的废物，拿着把破剑还在这观摩半天。公子，这把剑已经腐蚀的非常厉害了，轻轻一动就会断裂。公子，你看它干什么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破伤风之剑，是这世上无上的神兵之一。破伤风之剑。扶摇，你有听说过降灾剑吗？那你听说过这些年有哪个用剑的高手用了无名之剑享用天下的？好像有一名剑圣用过一把剑，说是可以吞天动地，但是不知道为何后来就不用了。现在也不知道这剑名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现在在何处。吞天撼地，难道是三公子拔的剑弄出的动静？那怎么可能？又不是什么天下神剑，拔一把破剑还能引动天地？八成是二公子在剑阁闹出的动静吧？也是。扶摇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剑士了。公子，要不要换一柄？不行，你拿着它有没有什么不适啊？除了感觉有点丢脸外，就没有什么不适了。三公子，你在这儿找破剑，还不如请于姑娘为你铸一柄。她会铸剑？于姑娘可是藏剑山庄传人，岂能不会？我确实不会铸剑。怎么会？因为我是个瞎子。公子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不去闯关吗？哦，差点忘了正事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就回。三公子真是一个可塑之才。
真是去就来啊！那些守门人实力太差，本公子打算放他们一马，等他们练个10年8年的再说。不装一装废物，万一被烽火军探到，我可就完了。不过装废物这笨猪箱已经够我杀穿剑阁抢到宝贝。老三，你竟然也抵达了这先天之境，瞧不起谁呢你？大公子，抵达第5关，取得先天之丹了吗？第5关确实达到了，可先天丹已经被人夺走了。你怎么可能无伤走出剑阁？那些守门人实力太弱，本公子不想杀他们。吹牛！三弟，你刚刚一直在这儿溜达，有没有看到一个银发的蒙面者从这儿溜走？我看见了。这先天丹定是被那人给夺去了。我刚跟他擦肩而过，就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气强得可怕。什么？这天门秘境之内，除了大哥最强以外，不会有别人了。哪里来的高人啊？老三，你看到那个高人是怎么逃走的吗？他身形诡异，应该遁地。对，遁地。遁地！我去，我就知道我在天门还是坐井观天了。看来飞天遁地不是传说。不好，咱们天门秘境有外族高手闯入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父亲。你们要保重。走。这里有高手，万一被杀了就不划算了。咱们也走。公子，那人真是银白发吗？好像是吧。我的救命恩人果然在天门，那他到底是谁啊？又好像不是。到底是不是啊？我刚才被吓傻了，没看见。果然是个废物。哎，公子，我看这风景还不错，要不然我们去逛逛？算了，万一再碰上那人怎么办啊？我怕死。我要保护你。不用了，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三公子，门主要你们速回大殿商议要事。怎么了？罗网的人今日闯入了天门秘境，目前大部分人已被机关绞杀，还剩1名宗师逃脱。门主要找出发布天门地图的奸细。三公子，怎么样，蒹葭，赢了那老头没？三公子，我败了。没事儿，等改日啊，本公子亲自帮你找回面子。看来这天地间，恐怕只有大周国师烽火军才能赢下这个奇兽。三公子，我们赶紧回大殿吧，门主正召集大家呢。走。公子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今日有罗网之人闯入我天门秘境，长老们怀疑那些罗门的奸细盗取地图，偷偷传给出去。公子，请相信我们，我们没有将地形图传出去。傻帽，自爆啊你！本公子自然是相信你们。三公子，听说罗网之人行事凶残，闯入我们天门秘境，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这倒也没有，这些罗网之人刚进入天门秘境就触发了机关，100多人，只有一个宗师级别的人逃过了一劫，其他人全都被搅成血雾。什么？罗网此番来人，差点全军覆没。不错，完蛋了，我害死罗网这么多人，要是烽火军大人和罗网的高手怪罪起来怎么办呀？那丢失的地图没问题，为何会死这么多人啊？长老们说那地图共2份，
我偷走的那一份有一半是假的，另外一份也是假的。假的？想要收服一个人，就得让他所在的势力彻底不再相信。系统发布支线任务：斩杀逃走藏匿在天门的罗网高手，奖励荧惑之石。荧惑之石，大周点见宝物之一。行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公子，我们不是要去大殿吗？我说走，又没说走去大殿。杀了这逃走的罗网宗师，苏七城那边不仅误会更深，还可以拿到奖励，划算。那天门内奸的事，本公子自然相信你们是清白的，浪费这时间做什么？我不值得你相信。苏倾城与我都阴差阳错的被坑，总让我觉得叶灵天这张人体之下还有一张阴险的脸。苏倾城，你个叛徒，给我等着！今夜我就来杀了你！他等不了你了。谁？你是谁？世人都叫我叶萧。叶萧，江湖上最神秘杀手，一旦出招，必取人性命。既知我名，为何不跪？不，你不是叶萧，他的听雨剑从不离手。你的剑为何不是听雨？因为我找到了一把比听雨更好的剑。哈哈哈！锈迹斑斑的破剑一把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叶萧。天下第一邪剑降灾。恭喜宿主获得荧惑之石，此物可打造出天下前10名剑。此剑为杀戮而生，食人血肉，真是一把绝世邪剑。但是此剑不但会吞噬敌人的血肉，每次使用还会吸收我的真元，这可不行，得赶紧处理此事才行。系统，使用推演法，推演化功大法。推演成功，化功大法弊端，只能为宿主化去他人真元。本功法胜约2次推演。太垃圾了！再由推演法使用推演化功大法。推演成功，已推演出吸星大法，可吸收别人的真元纳为己用，但会遭到他人功法反噬，仅剩1次推演。吸收别人的真元才能为宝降灾，但是我也会被吸收的真元得到反噬。不行，继续推。最后机会，将有1半几率损坏当前功法，并且推演不出新功法。梭哈，推了。推演成功，已推演出北冥神功终极版，可吞噬一切真元化为己用，不会出现任何反噬。剑圣驾驭不了邪剑，我来。恭喜宿主炼化雪域圣花，步入宗师境中期。
距离凤霍军还是有一些差距。革命尚未成功，还得继续努力。好剑配好剑鞘，不知道这个能打造出一把好剑的荧惑之时，能否打造出一个好的剑鞘？夫君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国师大人，罗网传来消息。夫君，传令下去，灭他满门！是。夫君，有人欺负你，我便灭他满门。何事？苏倾城传来天门假地图，让罗网近100名高手全军覆没，全都死在了天门。一群江湖术士，活该死。国师大人，那苏倾城如何处理？让他10日内拿着长生宴来赎罪。若办不到，又当如何？办不到，那便让他以朝堂人的身份在天门身死。是。一旦朝堂人在天门身死，18年前，天门与朝堂的契约便会作废。到时候，本宫便亲自去取长生宴。三公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怎么了？苏倾城，他被执法长老带去大殿了。叶灵儿被人行刺，倾城被怀疑是刺客，说是如果证实了之后，苏公子将被赶出去。叶灵儿跟我只是同父异母，但她跟叶无涯却是同父同母的亲妹，谁敢动她，便是触碰叶无涯的逆鳞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就回。苏倾城，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没做过的事，你们要让我说什么？哼，长老说话你还敢嘴硬？我用刑，你招是不招？跪下！我又没刺杀你们妹妹，凭什么要我跪？谁敢动我的人，老子就在他屋里赖吃赖喝一辈子。叶灵天，昨晚又去华天酒店了，看看你的人做了什么事儿。苏倾城所犯何事？灵儿妹妹昨晚被人行刺，中了苏家的断魂钉，至今还没醒来。哼，只要今日将这个罪名安在叶灵天的身上，便能向父亲讨个说法，让他滚出天门。凶手一旦偿命，我叶无涯当场杀之。行刺的贼人用我苏家伎俩，只怕是让三公子再也不会相信我了。起来，想说什么尽管说，只要你没做过，本公子依然是你的靠山。断魂钉的确是苏家独有，可早在10年前它就已经流传出去了，精通奇门术的家族都会。哼，狡辩！我抓我的人就是打我的脸，老子当了18年的纨绔，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。但凡查出来不是我的人干的，你怎么样让苏七成跪的，就怎样给我跪下。好你个叶灵天，做了个包庇刺客，张口闭口就是刺客，怎么这刺客在你那儿？笑话！断魂钉早在多年前就流出了外界，只要会奇门术的大族都会。我记得我弟妹应该就是精通奇门术的行家吧。叶灵天，你和稀泥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虽然不精通武艺，但是
也不至于脑瓜不灵光。我是不是和稀泥血口喷人？那得问问你媳妇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出勤务？唐玄龄昨晚的确出去过一段时间。唐玄龄，不是我。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！执法长老说话，你还跟嘴硬？赶紧跪下！三公子说的话怎么感觉如此熟悉？陈兄还未查明，凭什么让我的人跪？我的人就能跪，你的人就跪不得了。昨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去找青梦姐姐了，她能为我作证。昨天晚上她去找你了？轩灵妹妹昨晚确实找过我。叶灵天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此事若真是苏倾城所为，我便要让父亲将你逐出天门。禀报执法长老，禀报大公子，灵儿小姐醒了。总算是有人能为我证明了。长老，请我妹妹来问个清楚，一旦查明谁是真凶，能否将执法权交于我？请灵儿小姐上殿。这回看你的人还怎么嘴硬。见过执法长老，见过几位兄长。你可看清昨晚对你出手的人是谁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果然是你。不是我。三公子，你相信我。若是我护不住苏倾城，便不能在天门藏身，就算冒风险丢到废物身份，也得保住他。叶灵天，人证物证全部指向于你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无涯，交给你了。老三，念在你我兄弟一场，今日我不与你计较，让开。我的人，谁敢动？放肆！天门的规矩岂是你能破的？你私藏刺客，便是与贼人同罪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遇袭的时候，可否看清了苏倾城的全貌？我只看到他的侧脸。你的伤在什么地方？左臂。断魂钉所击中的位置，并非致命，而断魂钉的毒性，早在7年前，我天门便研制出了解药。苏家应该也知晓此事吧？知晓。苏倾城乃是苏家的传承之人，如果他真的想对灵儿动手的话，在能看清侧脸的距离下，你觉得灵儿还能活着在这说话吗？换而言之啊，苏倾城既然知道我们天门有断魂钉的解药，又怎会用此术去伤人呢？难不成这苏倾城是个草包，不杀人灭口，还让灵儿站在这儿当面对质吗？三公子，怎么感觉叶灵天这废物脑袋比我的还好用？老三好生厉害，单凭一张嘴便将这死局给翻了，另有其人想栽赃嫁祸。如何？心胸之人不是苏倾城。可是我明明看到了他的脸。唐门通晓奇门异术，易可容应该也不难吧？不行，苏倾城的嫌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包庇刺客，便是与他同罪。别再说了，与三弟之事就此罢休。算你走运。三弟，你们已经没事了，可以走了。我的人，你想抓就抓，想赶走就赶走。三弟，抱歉，是大哥错怪你了。都让你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今日就算有暴露实力的风险，也要惩治他们一番，不然他们3天2头找事，怎么还藏在这里躲烽火剧？老三这个废物竟敢打老四！你居然敢打我！目无尊长，
连一声三哥都不愿意叫。执法长老，这木无尊长在天门里边应该怎么罚？本公子这一巴掌该不该打？天门规矩，木无尊老当鞭刑10杖。你按行办事。来人！哎妈！你还欠我一个下跪！我绝对不可能给苏倾城下跪！我是让你给我下跪！我是让你给我下跪！哼！今日我就是从这天门山上跳下去，也不可能给你叶灵天下跪！木无尊长，要不再加10杖？加！老三，差不多就算了。哼！诬陷兄弟闯宅抓人，天门的规矩应该怎么罚呀？斩！哎，长老，别说，我跪了，我跪了。三公子比凤凰君大人对我好。门主到！叶灵天，你完了！我们4兄弟跪天跪地跪父母，父亲若是看到你，让我给你下跪，定饶不了你！父亲，叶灵天这个纨绔废物，他欺人太甚呐！父亲，你听我说，你们差点坏了老夫大事。若苏倾城死在了天门，停战契约作废，岂枉毁了天门根基。倾城，走。是三公子。虽然他是个纨绔，可跟着他好有安全感呀。老三，木无尊长，罚月薪减半。得令。那为什么我木无尊长就要罚我10杖？不知悔改，再加10杖。五牙，你亲自去查一下灵儿为何受伤，无论是谁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苏倾城这红颜祸水，当朝天子继承的选妃，现在却是我儿的小妾，天门恐怕与朝廷避不了一战。公子，你慢点吃，这还有好多菜呢。再不吃就没有月钱买菜了。公子找君家何事？你是正气，如果文乡县出了件小事儿，你帮我帮。单独帮叶灵天做事，就有单独接近他、杀了他的机会。君家愿意为了公子上刀山下火海。好，有忠有义，你我当同荣华同富贵。这废物真好忽悠。近来啊，文乡县被我那死老爹砍了一半的开销。你愿不愿意拿出你的嫁妆来给我开点零花钱？不是什么？你怎么不用他苏倾城的嫁妆？公子又没有叫我。若是公子要，我什么都给你。那个，先用你的，等你的用完了，这倾城的嫁妆随后就到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某人不是说上刀山下油锅都愿意吗？我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正妻不死，你终是妾。这次是我的嫁妆，早晚轮到你的。叶灵天，害我被收拾，还被安排在山门站岗，老子有机会一定弄死你！来者何人？
咱家乃是当今继承皇上身边的红人，此番前来寻人，宗师中级强者。知道就好。令怀公公，我父正在闭关，有事请说，我代为传达。咱家此次前来，乃是为了带苏倾城回去，与姬城陛下成亲。总算有你叶灵天的货了。令怀公公，出了山门，朝右边走，上闻香榭便可见到苏倾城。哦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苏倾城现在是我们三哥的小妾，公公要去把破鞋请回去给陛下，自然不敢来。天门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娶陛下的妃子当小妾！哼！叶灵天啊，叶灵天，哼，当朝天子的妃子你也敢碰？这叫谁也不通知，我看谁能抱得住。没见过吧？公子，这是什么吃的呀？这叫火锅，没见过吧？来，一会儿你多吃点，这都是拿你酱肉买的。至于这么刺激人吗？反正花的是我的钱，不吃白不吃。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你懂什么？又不是花你的钱，回头啊有你苦的。王妃该回宫了。锦怀公公来了，难道是继承陛下叫人来敲打我？锦怀公公，看来某人的好日子到头喽。乌鸦嘴，早点滚蛋吧，耽搁我杀叶灵天，向继承陛下讨要化尸粉解药。苏姑娘，闹也闹够了，是时候跟咱家回去了。回去？凭什么？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。就凭你乃大周帝王的选妃，请别让咱家为难动手。放肆！你知道本公主是谁的人吗你？差点漏嘴。不对啊，陛下不是一向很听烽火君大人的话吗？他怎么会派人抓走我？这不是阻拦国师大人寻找长生印吗？当了几日天门人，还真以为咱家怕了天门不成？谁敢打搅我们公子吃饭？我看还有几条命来送。不摇，不得无礼。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废物？天门三公子？公公说话还真的是英俊潇洒，雄风凛然。放肆！谁打我？先天巅峰，眼光真差，连宗师级都看不惯。不愧是天门，连一个小小侍女都是先天巅峰实力，难怪让皇室忌惮。我这实力不行，怎么也得找一个会三脚猫功夫的美女伺候着。说谁三脚猫功夫呢？不像公公自己厉害的不得了，还不喜欢身边有美女相伴。咱家没空看你腻歪。苏姑娘，跟咱家上路了。我不走。我的人你带不走。平不了的江湖乱，咱家能平；闯不了的天门，陛下派我闯。咱家倒想试试，你一个废物，如何拦得住我？敢！
死我呀！这怎么可能？景怀公公动怒，三公子这可要遭殃了。叶灵天，无人帮你，眼睁睁看着未婚妻妾被抢走，难受我。天门也不过如此，无人出手，那我可要带人走喽。三公子，我不想连累你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好。以后别信错了人，倾城不值得你相信。其实我是烽火军派来的奸细。我说过，我的人你带不走。我的鸟儿凤霍来了，差点暴露出，得亏鸟儿叫人了，不然我今日暴露，一定会引来凤霍军的注意。素闻景怀公公修炼金刚功，百兵不侵，可否愿意试试我这把剑？天问剑，那今日咱家就陪大公子你切磋一下，瞧瞧这天问剑到底有何不凡。三公子，大公子与你素来不和，他怎么会来帮你啊？我大哥一心想当门主，怎么可能让天门的脸让外人打？该死，大哥怎么来了？公公没事吧？想不到大公子已步入宗师境，当真是让咱家震惊了呢。大公子竟然已经进入了宗师境界。刚到宗师境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宗师中期的景怀太监呢？我大哥虽然现在是宗师，但是他手里有天问剑在手，就算遇上宗师后期的高手，也能碰上我。今日咱家认栽了，告辞。叶灵天，算你今日好运，我信你一辈子都好运。走着瞧。多谢大哥出手相助，要不要坐下来陪小弟一起吃个家常便饭？你若不是天门人，死了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多谢三公子替倾城出面。要感谢，不如今晚去房间，本公子给你看看我的鸟。这就算了吧，我们只是订婚，还未成婚。好恶心，我刚对他生出的好感就荡然无存。又给你逃过一劫。景江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干嘛呀？雨露均沾啊，怕你吃醋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公子怎么能这样啊？扶摇，你要是没事儿的话，进屋给本公子暖暖窝去。公子你自己去，我才不去呢。凤凰，你要是没事就找个伴儿，别在这叽叽喳喳的傻叫，吵死了。不好，鸟儿说有人要杀那个太监，他若死在了天门，定会引来烽火军。哎呀，我的腰！你们在家待着，我去找炼丹长老。扶摇，
公子身体是不是不太好？而且刚刚身体冰凉。我听人说啊，他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而且身体特别的虚。你们说公子是不是在扮猪吃虎？其实他是个高手。哎，不可能，我都试过他身子好几次了。啊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咱家只要一日不死，总有一天定回来，踏破天门。罗网地级杀手风雨断肠人，咱家与阁下无怨无仇，为何要拦我去路？凤霍君大人派我来杀你。国师大人为何如此？大家乃是继承陛下的人。皇上不过是我家大人养的一条狗罢了。近些日子他可有些不太听话，竟然胆敢派你来乱世。公公，你死在这儿，国师大人就可以废除停战盟约，血洗天门。还敢跑？谁？你是何人？天门三公子啊，叶灵天。他不是个废物吗？原来外界都被你给骗了，传闻中的废物竟是个高人。忘了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个身份，大周三皇子转世。啊，好强的剑招！没想到他就是继承陛下日夜想杀的三皇子转世。北冥神功。为何杀我？见过我出招的人都已经死了。你不该杀我，你可知罗网存在这18年，都只为帮烽火君寻你。罗网是烽火君的，难道苏倾城也是他的眼线？难道烽火君已经知道我是皇子转世了？锦怀公公。这就被吓死了。我去，算了，凑合用吧。恭喜宿主提升到大宗师中期。北冥神功果然够狠够快啊！这东西也太小了，算了，先找叶学修打个剑鞘再说。王年娇，这么快便踏入宗师境了？比起你这个退休守天门的秘境老祖来说，算不得什么。来，臭小子，这打造上古名剑的萤火之石，你是在哪儿抢的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？不然呢？不跟你贫了，能不能拿它给我做个剑鞘？暴殄天物，原来求打名剑都求不来，你居然拿它做剑鞘！说，你小子是不是又去哪儿偷了什么名剑？强才！
他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偷的。快将他丢了！这柄剑连剑圣都不敢用，你把握不住。废话真多，300两，帮不帮？老夫视金钱如粪土，岂能为金钱折腰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逮的空子就飞出天门去赌坊，1000两。干！哎，对了，上次我托你帮我打探的消息怎么样？来，寒山寺和风雷城的雷家各自都有一块长生印。寒山寺和雷家都有，要2块都拿到了，我岂不无人能敌？到时候还会怕的凤霍君？不错，但这2块长生印已被江湖各大势力盯上，连凤霍君都蠢蠢欲动了。凤霍君去与否，我都得赌一把，这是我唯一快速提升的好机会。你小子又想在老夫身上打什么主意？想从你身上借一半修为。借修为？你若是能借得走，拿走便是。此话当真？当真又能如何？这天下难不成还有人能吸人真元给自己用的功法？差点忘了，这个世界并没有北冥神功，只有能破坏掉别人真元修为的化功大法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臭小子，你用了什么邪功？你的真元修为怎么全往你身上溜？别戏了，老夫年纪大头晕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到宗师级巅峰。哎呦！老夫又被你做局了，吸走老夫30-40年的真元修为。多谢前辈，改日啊，我登顶天下第一，定许你半成财富啊！算你小子良心没被狗吃。哎，对了，老头，我听说这剑圣就在我们天门秘境里面修炼，能否引荐我去见见他？你小子的主意打到剑圣身上了。此番要我闯雷家和寒山寺，去夺长生印，天下的各路英雄都盯着，我不想打无准备的仗。老夫身体已经亏空，也不能让剑圣安然无恙。老夫答应你。不过剑圣脾气不好，任何人求他办事，得在剑术上赢他。系统奖励的剑术精通加上北冥神功，大周帝王诀，只要不凭修为，应该问题不大。速带我去！你小子真敢！要知道，剑圣可是剑术天下第一，找不到对手了才过瘾呢。真男人从不打低端局，快走吧。行，老夫就带你去吃一次亏。他就隐藏在剑阁中。剑圣前辈就住在剑阁之中，那我上次进来考核怎么没遇见？没事，从不露面。那怎么样才能让他露面？惹他生气啊！惹他生气？这简单啊！我当了18年纨绔的三公子，正愁这一身纨绔没有用武之地呢。从来没人能请动他出面的。我上次骂他18代祖宗都不愿出现，陪我吹2句牛。剑圣前辈，这夜玄修老登啊，想要烧死你，夺取你这天下第一的位置。你这臭小子，没有你这么坑人的。叶玄修老儿，你是要与我计分高下，也决生死吗？剑圣前辈，不是他找你，是我找你。哼，小儿不配与我对话。配不配？剑术说话。剑术？这么多年，都无人有胆子在我面前提此2字。我不仅敢提，我还可以用你引以为傲的剑术击败你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跟他说切磋就算了，你这么拱火，要付出代价的。哈哈哈，没想到我隐退多年，
竟然让晚辈这么瞧不起了吗？剑圣前辈，若是我用剑术赢了你，将如何？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。好，若是你输了，我要取你人头，来弥补刚刚你在剑阁的放肆。剑圣啊，哪有你这么做前辈的？明知你剑术天下无敌。剑圣前辈，我想试试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剑术敌不过他，你这是在找死啊！明知敌不过，为何还要试试？明知敌不过，也要敢于亮剑，这才是我的剑道。好小子，这一战我接了。不过不用修为，只用剑道。若是我后退半步，便算我输。邪剑降灾剑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剑圣前辈，你不敢用的剑，我用。狂徒，让你逞能！剑圣，你不要老脸！一开始竟然就用大手欺负我叶家小辈！我就不信推演的顶配北冥神功拿着降灾剑加精通剑术，胜不过你。万剑归宗，一剑开天门。好凌厉的，好霸道的剑法！好小子，这小子竟然真的把剑圣击退了！厉害，我竟输你半步。剑圣前辈，承让了。你这一剑开天门是从哪儿学的？我这从未见过。小轩啊，我教你。不，我没有资格求学。但我还欠你一个要求。哎呀，你这臭小子还真是有东西啊！哎呀，让老夫看着急。说吧，任何要求我都答应。我想借你一半的真元修为。这如何能借啊？这家伙独善其身多年，终于被坑了一次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到大宗师初期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再也不用藏着掖着害怕烽火军了。晚辈竟然如此厉害，这又是何等功法？多谢剑圣前辈，也多谢老头儿，我先走了哈，还有事儿，回见了啊。小子，终于被我逮到了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走。齐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上次你骗老夫下棋，转个身就跑了。棋圣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压根不会下棋，怕老夫出现？不，你这会儿来的正好。若是我下棋赢了你，你可否答应我一个条件？100个都答应。这天底下能赢老夫的人，除了凤霍君，便是那位曾经教他下棋的皇子。不过那位皇子啊，早就死了。所以老夫的棋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啊！少吹牛了，老道，棋艺说话。若你输了，就在这陪老夫下一辈子棋。好，你这么干脆，是不是又有？这局这臭小子必输无疑。我也觉得。啊！老夫居然输了！这臭小子怎么总让人意外啊！此局叫什么名字？君王扫六合，天地为棋盘，日月星可摘。此局就叫八荒六合局。八荒六合局，此乃老夫平生第2次败局。第1次收服了裘凤凰局，第2次必须得八荒六合局。齐胜前辈，我借你真元修为用一下啊！恭喜宿主修为提升到大宗师中期。就快追上烽火军了，再接再厉闯了一下。下寒山。多谢各位前辈助力。小弟家中还有事儿，各位我就先走一步，告辞，告辞。
没想到我这些年小心谨慎，还是让凤霍军的人安插到了自己身边。一旦把苏倾城赶走或者杀掉，凤霍军便有了借口卷土杀了天门。那就不如趁他还没在我身边挖出什么秘密之前，凤霍军不再相信他，如此便万事大吉。哼！啊！杀了他，我便能向姬城陛下要解药。鸡汤来喽！三公子，鸡汤来了。蒹葭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今日多谢三公子相救，倾城特意熬的鸡汤。有心了，熬的挺好，下次别熬了。蒹葭怎么也来了？是不是有私房钱没上交啊？对啊，我还有私房钱忘了给公子呢。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杀我？要是他晚来一步，丫头你可就死了。某些人连嫁妆都舍不得往外拿，今夜怕不是来送钱的吧？苏倾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某些人连嫁妆都舍不得往外拿，今夜怕不是来送钱的吧？苏倾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再乱说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来啊，谁怕谁？三公子，热水好了，快来洗澡更衣了。行了，这本公子要去洗澡了，你俩打完之后啊，把这书房收拾干净啊。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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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好大，你的也不小啊。先天丹方，咱俩一人一份。成交。不知道这份炼出来会爆炸的假先天丹方，会让他俩的上司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炸掉多少？等处理完后宫失火问题，就可以安心去寒山寺夺长生印了。立下此次大功，姬城陛下肯定不会怪我还没杀掉三公子这废物。用先天丹配方，让罗网的人实力增强，可将功赎罪，让国师大人不会再怪罪我上次传递假地图的事了吧？国师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。谢国师大人。国师大人，罗网已全部集结完毕，不必脏了朝廷手。我等也可以随时出发寒山寺和雷家，夺取长生印。此事稍后再议。本宫问你，太监景怀死在天门了吗？死了，不过景怀被我罗网杀死的消息已被意外传出。废，屁大点事都办不好。连风雨断肠人也死了。什么？谁？
是何死相？真元被吸干了。化功大法，北冥风，但此法似乎只能破坏真元啊。还有降灾剑的剑意。降灾剑不是剑圣的吗？怎么连剑圣也掺和进来了？还有一缕天子气息。会不会是姬城陛下？姬城只是本宫的一条狗，穿上黄袍也没有天子之气。难道是？报！苏清城传来一封信，快呈上来给国师大人。先天丹，竟又是出自那废物三公子的手。国师大人，若是能成批量的炼制出先天丹，光是我罗门就能干干净净的帮您灭掉前门了。炼丹师，去查一查，查验真假。是。若配方是真，本宫根本就不用动用朝廷势力，便能夺取天门的长生印。如此，距离寻回夫君又快了一步。哦，此丹过于玄妙，这八成是真的。炼丹。好。我们又被苏清城从天门三公子手里获取的东西给坑了。嘿，苏清城这个叛徒，我定要你跟天门三公子粉身碎骨！一群蠢货，家里进鬼了都不知道，谁给的方子？秦家从天门叶灵天手中获取。叶灵天，又是叶灵天。上一个皇子叶灵天夺我心爱之人凤霍君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夺我妃子，怪我麾下秦监家。传令，在，让秦监家10日之内提叶灵天的人头来见，若执迷不悟，赐他生死道消。是。陛下，我们寻到长生印的消息了。何处？雷家和寒山寺皆有一块。我就不信我杀尽天下与三皇子的同名之人，在夺下你凤霍君用长生印寻他的唯一机会，你还不回头看我一眼？哼，倾城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坑了你一把。啊！小样，谁坑谁还不一定呢。此次我将功赎罪，凤火君大人怎么也不能怪我了吧？什么？丹方是假的，还炸死了罗网的炼丹师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要是被抓回去，不死我也得脱层皮了。怎么办呢？你跟倾城今天都是咋了？都这么开心？有吗？往生营死了一群炼丹师，我完了，我死定了！扶摇，扶摇！公子，怎么了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本公子的贴身剑士了。
我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剑鞘看着好生漂亮，是什么锻造而成的？荧惑之石。荧惑之石？你竟然用天下这么好的宝贝去弄一个这种剑鞘？三公子果然是一个十足的败家子。来，你试试能不能拔出来。拔不出来。拔不出来就对了，我跟打磨剑鞘的师傅说过了，是让他把剑鞘跟剑融为一体，这样炫酷多了吧？看来那老头没吹牛，这把剑与剑鞘贴合之后已经认主，除了我，没人拔得出来。你俩怎么愁眉苦脸啊？给本公子笑一个，给本公子笑一个。这就对了嘛，女人就该多笑。为什么女人就该多笑啊？爱笑的女人运气都不差。还有这种玄妙的说法，那我也要爱笑。玄妙个屁，运气差能笑出来吗？后院乱象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，我大可放心离开天门，前去寻找长生印。只不过单枪匹马前去，怕是双拳难敌四手啊。三公子，三公子，门主让你们准备好，2日后天门要去寒山寺参加武林大会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，正求着单枪匹马去，没人给我做掩饰，这下完了。你们4兄弟当中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呀。谢父亲。此次武林大会，寒山寺拿出了长生印作为头奖。父亲是想争这长生印，寻求长生？哼，我是不想要那东西，咱们天门也有一块，只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无法参透这其中的奥妙。那父亲为何要参加这届武林大会？我老了，也该给你们留些大机缘。这长生印就留给你们这些后辈去参透吧。谢父亲。这雷家也有一块，倒是路过，又把它给我抢了。遵命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美莹，门主有何吩咐？此次去武林大会的路上，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文武低贱的老三呐。门主是想让我暗中保护三公子？不错，这小子一旦下了山，就像他脱缰的野马一样不着调。你暗中保护好他。遵命。公子，我们怎么不跟门主他们一起走啊？跟他们一起逛，能闲出个蛋。咱们一家4口逛得挺好。公子，我想去买一些胭脂水粉。去吧去吧，买完了之后可染结合。这次出天门是我最后一次立功拿解药的机会，得赶紧联系继承陛下解释，让他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公子，我去，快点去。谢谢公子。凤霍君大人呢？我算是得罪死了。万一他派人来杀我，跟在三公子身边就是等死。跑去跟天门大部队待在一起才是正道。什么人？叛徒！上头派我们来，取你跟那天门废物的狗命！这么快？叛徒，拿命来！不要紧，他们是宗师巅峰高手，我打不过他们。不要，我也打不过。指望天门废物和一个丫头庇护，也不怕被人耻笑。不要，
我也打不过，交给你了。你们一家三口靠我一个小丫鬟保护。公子，还你破剑！动手！看来今日靠不住公子了，我们只能合作杀出去。好，我还没到大宗之巅峰，万不得已不能动手，否则散出皇室气息，这个凤霍君毙了。儿子蝼蚁还想反抗？赶紧受死吧！没办法。老登的保镖魅影。三公子，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三公子，我们快走。好。别跑！这就结束了？是我轻敌了。堂堂天门公子，就是一个只让女人保护的软蛋吗？这小子艳福不浅，大哥，我想当着这个废物的面，把他的女人全办了再杀。好，弟兄们分。是。完了，连魅影都打不过他们，三公子快走，别犯傻。不是万中无一的高手，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抵挡10名宗师的巅峰高手的。我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就是万中无一的高手。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高手，好，今日我就让你先出一招。你确定？三公子向来贪生怕死，怎么此时竟敢出手？莫非这些年他都是装的？当真是万杀！死定了！三公子果然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。要不是我想寻藏在天门的恩公夜宵，至于今日被三公子坑死在这里吗？先让他跑2里地，等我们把这些女人办了，再去杀那废物。哎，不，这些女人是我们往生营的。谁？夜宵，恩公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是扶摇，你之前救过我，你还记得吗？就算是夜宵，想要以一人之力抵挡10名宗师，也绝无可能。我怎么感觉这人手里的剑啊，好像是三公子的剑？传闻中出手便杀人的夜宵，区区夜宵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既然你们不行，那就交给我们呀！啊，王山营的兄弟们，今日就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的厉害。准备动手！怎么可能？夜宵一剑竟然就把往生营5大宗师斩杀了！天哪，这人也强得太离谱了吧！他拿着三公子的剑，难道是夜宵杀了三公子夺剑？我要替公子报仇！夜宵只杀恶人，三公子肯定没事。那为何夜宵手上有三公子的剑？可能是夜宵拿了三公子的剑吧。我们不是他对手，速撤回去找国师灭他。好，走。怎么回事？我今日的真元竟然被他吸走了！天翔，你到底施了什么邪功？你的吸人真元！好强的功法，有此功法在身，夜宵天下第一，指日可取。恩公才是我想跟随伺候的主子，比我家那位烂泥扶不上墙的三公子强太多了。你们看他的背影，像不像？谁啊？三公子？不可能！恩公可是我恩人，他天下无敌，怎可能是咱家纨绔三公子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三公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有几斤几两，我最清楚。一群废物，所有的真元加在一块儿
都不够我提升修为。谁家高手在此观战？出来了！他怎么来了？他是谁啊？你们这么慌张？罗网顶级高手，杀手排行榜第1名，墨鸦。他就是墨鸦。糟了，我们今天就得死。恩公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们了。扶摇对我的马脚比对我还好啊！墨鸦在江湖上没有任何败绩，这里只有你能逃走，你快别管我们了。没想到堂堂夜宵竟然出手保护几个天门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此人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可惜死的是你。出手吧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如你所愿。他死定了。蠢货，死吧！大周帝王剑，不是没有帝王诀吗？怎么会跑出这么多帝王技？难不成是我提升太快，没压得住？夜宵恐怕就是这三皇子转世，得赶快回去禀告给国师大人，要不然我死在这里白死了。失误了，第一次让一个活人从我眼皮底下逃走。恩公竟然把排行榜第1的墨鸦给打跑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他竟然能击败墨鸦，如此看来，夜宵强的都快触及到烽火军大人的地步了。若是追随他，岂不是不用害怕烽火军了？恩公夜宵，墨鸦已经察觉到我有帝王气息，那夜宵这个名字就不能用了。烽火军一旦得知，必会将倾巢出动。不行，得赶在他出动之前，先拿到长生叶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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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在这儿？既然公子无事，那我便先回暗处了。三公子，你刚才可否看见一个银白发戴面具的人走过？看见了。夜宵就是你吧，三公子？夜宵不可能真是他吧？胡说！公子的脉象连先天境都没有。夜宵，你们是肚子饿了吧？夜宵不是三公子。那为什么三公子的剑和夜宵的一模一样啊？是啊，公子的剑为何和夜宵的一模一样？哎呀，只是长得相似罢了。更何况三公子的剑他又拔不出来，怎么可能会是他呀？你们这是作甚啊？抱歉，蒹葭误会你了。罢了，此处危险，不宜久留，等回客栈再教训你们。林天，本宫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国师，国师，苏倾城与天门废物死了吗？没有。罗网干什么吃的？派去杀苏倾城和天门三公子的罗网高手全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5人可是本宫精心培养。是夜宵杀的。我要说，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皇子转世的帝王气息。传令下去，
出动本宫帐下所有兵马，寻找夜宵。我是三思，如此多的朝堂人马和罗网的人全都出动的话，会天下大乱的呀！天下大乱关我何事？只要能寻回夫君，求他原谅，哪怕天崩地裂，我也愿意。陛下，太虚山天门三公子和秦阶家的高手全死了。全死了？怎么可能？千真万确，陛下。他们5人合纵，那可是无敌于江湖的存在，谁能杀？谁？夜宵。夜宵？不好了，陛下！国师大人领着他的全部人马倾巢出动去寻夜宵了。寻夜宵？是啊，陛下，国师大人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夫君。难不成夜宵是皇子转世？夜宵是在往生营去杀叶家老三的时候出现的？是。朕知道了，叶沧海的儿子叶老三最弱，夜宵就是派去暗中保护他。王将军，臣在。朕问你，叶沧海的儿子当中，谁对天门门主的欲望最高，但又最无望成为门主，又最厌恶叶灵天？叶沧海第4子叶青州。写封信给叶青州，让他杀掉叶灵天。朕许诺他，天门若败给朝堂，门主之位，朕送给他。那可是他的手足兄弟啊，叶青州能答应吗？权力能杀掉一切，包括亲情。更何况他又厌恶叶灵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陛下英明。凤霍君，待我逼出夜宵，你这辈子就再也寻不到他。王将军，集结所有兵马，倾巢出动，赶在凤霍君之前杀掉夜宵。倾巢出动，万万使不得呀！如此一来，天下会大乱的呀！不杀掉皇子转世的夜宵，朕的天下才会大乱。大哥武比我强，二哥文又胜我，我这辈子是不是没机会做门主了？进。客官，有人要小的给您送一封信。下去吧。杀死叶灵天，正合我意啊！我要当门主了，我要当门主了！你说昨晚夜宵为什么会救我呢？可能他认识你。要真认识就好了，有他在，我们就不会跟着公子整天提心吊胆了。那个夜宵是我见过最强的。哎，公子，我们夸夜宵，你高兴什么呀？你们觉得我要是跟夜宵比的话，如何？一个天上皓月，一个地上麻雀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我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堪？对。叶灵天，你死定了！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有人下毒。这片客栈已被天门掌控，谁能靠近放毒？哼哼。
叶灵天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叶青州，叶青州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么简单的答案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你敢乱来，你就不怕叶沧海知道吗？我也在门口贴了空营符纸，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。啊！那避无可避，就大开杀戒。你怎么没事？你怎么没事？我百毒不侵也会告诉你的。公子竟然百毒不侵，罢了，就算你不中毒又如何？今日还难逃死劫一场。真的吗？公子，这把剑不是混为一体拔不出来了吗？我也是昨日看夜宵杀人时拔出来过。难道他是？怎么可能？我们都已经验过公子的身体，公子的身体没有先天以上的实力。三哥，剑不错，女人也不错，只可惜再好的剑注定护不了你们所有人，护不住你自己的命。你的修为不在先天之下。三公子何时破的先天境？死对头，你看他的招式像不像那个人？如果他真是夜宵的话，那我们今日就都安全了。可他只是先天境，他并不是。先天境界又如何？你的境界一半不足师。天门绝学，天罡36剑。昨日才逃出升天，本想着跟着天门的人能安全些，没想到他们更危险。啊，我要死定了！这招本想是留着给大哥争天门门主之位的，今夜先送你了。错！怎么可能？先天境瞬间突破到了宗师，他恐怕真是那人。怎么可能？本来不想以真面目示人，可惜没时间了，只能收拾完叶青州，立马去雷家和寒山寺夺取那长生玉。宗师境界又如何？这招灭宗师！可灭宗师，那大宗师呢？大宗师境，公子难道就是夜宵？公子不是废物，他是真的大佬夜宵。果然是他，那我之前想要出手杀公子，真的是太愚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，就像你可以亲手杀了你亲三哥。三哥，青州知道错了。我跟你有怨，但是怨不至死。说，为什么要对我赶尽杀绝？三哥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姬城要杀你。姬城？三哥，我什么都交代，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。说。好，姬城要我杀你，然后逼出你身后的夜宵。三哥，你自己就是夜宵，然后姬城便可率领朝堂军队倾巢而出，围杀天门。姬城还说了，围杀天兵啊！姬城还说了，若我能办成此事，就让我当门主。混账东西！为了一个天门门主的职位，就敢杀自己的父母和亲兄弟。三哥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被权力蒙蔽了双眼。我实在是太想当门主了呀！夜宵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姬城来了，
姬城，姬城大军何时抵达？姬城说，1日便可率军抵达。他何时说的？昨日。三哥，我什么都交代了，求你饶我一命吧。我可以饶你一命。谢三哥，谢三哥。但是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。好，三哥，只要你能饶过我，你别说1件事情，就算100件事情，弟都可以帮你完成。我要你假装我叶萧的身份。啊，那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身体能动了。恩公，现在没时间说了，我需要你们帮我一下。是，公子。倒是跟公子有几分神似，就是少了点味道。我要去雷家还有寒山寺夺取长生印，等我回来，一切都有转机。三哥，要是你不回来咋办？生死有命啊！你若死了，就是你运气不好；你要活着，我便饶你一命。三哥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啊！要是拿不到长生印，我不会回来的。啊！别搞啊，三哥！那雷家和寒山寺守护长生印的有一大堆半步大宗师，你就算取不到也得回来。包不回来？那姬城如今已是大宗师巅峰，再加上身边的10大高手、8大金刚，还有千军万马，如果你不回来救我们，那光父亲抵抗不了多久啊！我现在就算把天门吸干，也破不了大宗师巅峰，只能夺下长生印，方才有一线生机。你们监视住，等我回来。恩公，公子，亲蒹葭，马上要大难临头了，你不跑吗？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，区区一个姬城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姬城给我下的化尸粉，明日便到府解药救命之时，我注定是要死的。可若是到死，我一直瞒着公子我的身份，总觉得心里有些愧疚。是，我也是要死的人，何惧那千军万马？明日若是公子回来，在我临死前，应当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。过了18了，凤霍君身旁的一条狗竟当上了皇帝，待我回来取你狗命！姬城派人跟踪本宫，跟着便是了。胆敢阻拦本宫寻夫君，本宫能让他坐上皇位，也能让他摔死。好险，差点让他发现。没想到在这儿会撞见凤霍君，他和姬城必然已经发现我是皇子转世，杀我来了。没时间了，得赶紧去夺长生印。我乃姬城陛下头号杀手，雷家胆敢抵抗，不交长生印，给我杀！杀！姬城真的是很算计，不仅没我天门之人，连雷家的长生印也想一并拿走，这是要断我生路啊！雷门主能在这种危急时刻还能心无旁骛在这下棋，真是令叶某震惊。阁下在这危难之际演8大金刚耳目来到我的院中，我倒是更为惊讶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
何须惊讶？钱财对于平常人而言，可能有几分诱惑，但阁下绝对不是为了钱财而来。难道是为了……给我长生印，我可以保你雷家不灭。阁下的目的和他们一样。我跟他们不同。有何不同？外面那些人还要灭你雷家，鸡犬不留。而我只需要得到长生印，便可助你灭了他们，还能保你雷家不灭。好大的口气！敢言一人之力敌八大金刚，让老夫先来试一试。走！好强的剑意，剑圣也不过如此啊。如何呀，雷门主？阁下确实厉害，可门前的八大金刚却是宗师巅峰，我就怕阁下还没有帮到我雷家，就死在了这里。若我能办到，雷门主该当如何？若能办到，长生印自会奉上。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，一出手竟然斩了我2名高手！或许这个年轻人真的可以成就一家。杀了他，为兄弟们报仇！万剑归宗！长生印就该给他，手上明明有硬抢的实力，却愿意出手为我雷家解难。长生印拿出来，送给我雷家恩公。恩公，请。多谢雷庄主。恩公可否愿意多留些时日？老夫大摆宴席，为恩公接风洗尘。不必了，我还有要事。继承血洗了寒山寺，长生印没了，只有1块长生印，那该回去吗？老登当年明知不敌，竟然也带着天门众弟子与朝廷宣战。老爹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。系统，让我使用长生印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宗师境巅峰大圆满修为。一次长生印抽奖就抽出了顶级奖励，系统，这次是你最争气的。接下来，我叶灵天将以一己之力托举整个天门。爹，咱们天门是不是完了？江湖就是这样，没有谁会是永远的赢家。虽然我讨厌3弟，不过今日我还是挺感激他逃走的，给我们天门和叶家留了后。老四呢？估计也逃了吧。希望3公子永远也别回来了吧，来了也是送死。叶沧海，朕知道叶萧就在这儿，交出叶萧，朕留你的性命。叶萧到底是谁呀？一来就让我教人，人我都不认识，你让老夫教什么？继承！继承！我说了，我就是叶萧，你怎么不信呢？你到底是不是叶萧？你跟爹说实话。爹，叶萧是三哥。老三，3弟，三哥说他取到长生印之后就会回来救我们。老三不是连先天境都没有突破吗？可是现在寒山寺跟雷家的长生印都在这儿了，
三哥他肯定跑得远远的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朕数3个数，再不交出龙子转世的夜宵，朕就踏平此处，自己找。1、2。叶灵天，三哥，叶宵，你不是说会回来救我们的吗？你这个骗子！3，踏平此处，鸡犬不留。穿着龙袍都不像天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一条狗自称为朕？三弟何时问鼎大宗师中期了？三弟的气势好强！三哥，我说我就是夜宵，他差点砍死我。恩哥，三公子，老爹，接下来交给我。儿子。我儿，他不是废物。与三弟相比，我已经没有资格跟他争夺这门主之位了。如果让我接三弟这一剑，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。三哥，砍死他！继承是大宗师巅峰，公子恐怕是挡不住啊。到了大宗师这个境界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你觉得你能杀得了我吗？三皇子！完了，三公子虽然实力已足够强大，可还是挡不过姬城啊。我应该叫您陛下，是夜宵还是三公子啊？啊？我今天呢，就要当着你的面，一个一个的把你的家人全部杀死，然后再慢慢的折磨你。完了，公子可能要败了。看来我要暴露我真正的实力了。怎么可能？叶灵天的境界竟然比大宗师巅峰还要高！我儿已经问鼎大宗师巅峰了，不，比大宗师巅峰还要强。公子这些年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啊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姬城，你自称朕这么多年，可曾听过大周帝王诀？不，大周帝王诀？连大周帝王诀都不会，还敢称自己为朕？陛下败了！陛下败了！快跑！快跑！我儿胜了！三弟好强啊！三弟好厉害！三哥真厉害！林天呐，你有没有想法继位我这天门门主之位啊？我这个人呢，玩过习惯了。老爹，这位置还是你来吧。三哥，姬城跑了！我去，跑这么快！报！前面发生何事？国师大人，姬城陛下欲杀疑似皇子转世的天门三公子，此时已被打败，正仓皇逃窜。姬城敢杀我夫君！烽火救我！那天门弟子阴谋造反。本宫只问你一句，方才你要杀的天门公子是皇子转世啊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说，天门三公子就是曾经三皇子的转世。不过你可以饶我一命了吧？有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能活下去，我还可以找机会杀了叶灵天，夺回烽火军。杀我夫君，那你就更该死。夫君，本宫来了。
三公子果然厉害，一挥手，我体内的毒就被解了。看秦蒹家这疯婆子的骚样，肯定想抢占先机跟公子生孩子，我可不能让她先抢先了。恩公，我不想做你的丫鬟了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小妾。不行。你们只是订婚，又不是成亲，为什么不行啊？这日子怎么就好起来了？夫君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刚才跟姬城打的已经耗尽修为，如果这时候他要出手的话，我必死。凤慧君，你要是杀我可以，但是动我家人不行。他不是来杀我的。本宫错了，在你离开的那些日子，本宫无时无刻不想着你。在你走之后，本宫才发现，我是真的离不开你。我们再回到大婚那日，再成一次亲好吗？我发誓，会永远对你好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他会不会把我一巴掌拍死啊？公子，如果娶了凤霍君的话，我还能做你的正室吗？凤霍君大人虽然算我的顶头上司，可公子你也要雨露均沾啊。多多去我房间啊。恩公，我可以做你的小四。真的服了，你们这个时候添什么乱呢？凤霍君这疯批根本听不得这些啊。叶凌天，你离开我的这些日子，过得很潇洒吗？你这是又要重现当年的悲剧。凤霍君，其实我的心上人一直是你，别杀我，求你了。我不要剐了你这个负心汉！不要！我去，更大了。